嗨，大家好，我是路易斯。今天呢就看到几个新闻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新闻就是呢，这个中国呢好像又在传出疫情了，那已经有人重症而死亡了，而且这些数量呢还不断的在增加。那有不少的中国网友就表示，很多地方的火葬场呢都爆满，火化呢就还要排队。那中共政府呢也是进行这一样的操作，就是隐瞒相关事件。那感染的人甚至有中国的歌手和演员了。那新闻里面有提到了，就是这位27岁的中国演员梁又成。那现在主要的重灾区呢是在北京，那辽宁跟山东这些地方呢，也陆续传出有很多人感染了。这种隐瞒病情的事情呢，这中共政府以前就做过了。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像那个新冠肺炎一样，导致全世界呢都要跟这个中国一起受罪。我觉得趁现在这病情没有闹得很严重的时候，各国的政府呢应该去重视一下，不要等到时候呢那个病情传染了全世界，全球呢再进行第二次的封城，这样会导致更多人受罪那中国政府呢已经有前车之鉴了，他们是一个死爱面子的政府，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的。过去就把新冠病毒传到全世界，而且到目前为止一个道歉都没有。自己在那边瞎搞胡搞后，还要叫他的人民感谢那个党。所以这种政府呢，我们不应该完全相信他说的话，我们要密切留意他的一举一动。那你们近期有谁去这个北京、辽宁跟那个山东的朋友就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健康那中共政府只会传好事，不会传坏事的。这些事情呢，他们往往不会讲的。等到那个病情变得超级严重的时候，到时候呢要挽救都迟了。好了，我们来讲第二则新闻。昨天我才讲了这个芯片股票呢，我会敢敢的买入，感谢这个中共政府这样子吹捧那个 DeepSeek。今天那么快呢，那个英伟达就发出好消息给我们这些投资者了。那英伟达在周三的股价，就是2月5号的时候的股价大涨 5.4%， 可能多几天呢就涨回当初跌下来的价钱了，有可能我不知道了，我不是预言家。我个人只是觉得这个芯片的需求只会不断的上涨而已了。那这个新闻里面呢，就讲到有4大因素呢，让这个英伟达大涨。第一点呢，就是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呢，不缩减那个对于芯片的支出。Alphabet 就是这个谷歌的母公司，计划在2025年呢，投入750亿美元，用于这个 AI 的训练。这就跟我昨天讲的差不多一样啦。这些大公司怎么会因为你的中共的大力宣传而降低对这个高端芯片的投入？吓到的只有那些对市场投资不是很熟悉的人第二点就是呢，英伟达有着明显的 AI 硬件竞争优势。英伟达的这个最大竞争对手 AMD， 它的数据中心业务呢未能达到市场预期。那在芯片方面这个英伟达呢，目前为止还是妥妥的老大。第三个利好呢，就是这个芯片的普及越来越增长。新闻里就讲到这个摩根大通的最新研究报告就指出，这个 DeepSeek 呢降低了这个 AI 训练成本，其实是对这个英伟达是有利的。因为随着这个 AI 更广泛的普及，它只会加速更多公司、更多人呢去购买这个芯片，所以市场对这个英伟达的芯片需求只会持续的增长而已的，不会降下来的。除非有人做出比英伟达更加先进的芯片而已。但是目前它的最强竞争对手 AMD 呢，已经被它抛在后头。那美银也对这个英伟达的这个买入评级设在190美元。那周三的收盘价呢是124块多，离这个190美元还有50%的上涨空间。那这个是他们的研究报告啦，你不要这么一听就 all in 买这只股票，你要做你自己的研究 OK。第四呢，就是这个英伟达的 Blackwell 服务器呢准备出货了。英伟达这个最重要的伙伴呢 Supermicro Computer， 他们就宣布呢 Blackwell 芯片的新型 AI 数据中心系统已经准备出货，到时候这个英伟达呢可能就会赚更多钱了。好了，讲到这里可能大家就有点懵懵了，毕竟我的频道的人呢不是每个都有投资股票的。我只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 DeepSeek 没有中共宣传的那么厉害，不会撼动什么美国的科技大佬，也不会影响这个英伟达芯片龙头的地位。那至少目前不会影响。那昨天的影片呢，我就看到有一些粉丝问新手要怎么投资股票。那我不是什么投资专家啦，那我说的建议呢，你当作是参考就好了。你赚了钱不用感谢我，亏了钱也不要怪我。那新手呢，我会建议你去买那个 ETF 就好了，
就买那种跟着那个指数的那个 ETF。台湾的话有0050，美国的话有 VOO。那这些 ETF 呢，基本上啊就是跟着那个国家的运势而已。就是说你看好美国的商业、美国的那个整体运势，那你就买 VOO。要是你看好台湾的，那你就买那个0050。那至于马来西亚呢，我就不大建议大家去买那个马来西亚指数型的 ETF 啦。马来西亚人的话就直接投这个美国的 ETF 就好了。当然，你们买了这些ETF 过后呢，不是马上会发财的，你也不会怎么快速致富。那之所以我叫你们新手这么做呢，是因为 ETF 是相较来说呢，风险是比较低，收益也不错的一个投资。那你可以从这个 ETF 开始，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研究那些股票，学习那些股票的知识啊，那些专业术语那些。你一开始呢，一定是什么都不会的啦，什么你都听不明白。这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去上学一样啦，你会觉得一切都很难的，但是久而久之呢，你慢慢的，你就会看懂那些财经专家在说些什么了。好，我们再讲回这个 DeepSeek 的新闻。那2月6号呢，是这个中国的复工日啊，就是大家要开始开工了。那很多的记者呢，就冲到去这个 DeepSeek 的办公大楼那边呢，想要去采访这家撼动全世界的这个大企业。不过呢，可想而知，一定是遭受到拒绝咯。大厦呢还临时提高了那个保安系统啊。当然 DeepSeek 是会说他们要保密啊，他们要专注研发啊，不要接受采访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更怕记者挖到一些料，要不然如果真的以他宣传的那样厉害的话，中共应该会更加大力的宣传的。有那么多外国记者来到他的那一边，还不赶快借助这一股力量去说好这个中国的好故事吗？那新闻最后还有讲到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就是那个前台的接待员呢，他就说，说实话 DeepSeek 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的用处。他自己的前台接待员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他这样子应该不爱国，辱华。那今天的第4个新闻呢，华为的这个3折叠手机啊，会来马来西亚卖了，就在这个月的18号而已。那这个3折叠手机呢，马来西亚是海外的首个开拓市场。可能华为也发现马来西亚有很多的爱国人士啊，我这里指的国就是爱中国啦。各位中华胶们，准备好你的钱啦。那它去年9月在中国开卖的时候，它的售价是19999块人民币，那换算成马币呢，就大概14600左右。但目前为止呢，这个手机呢还没有公布它在马来西亚的售价，不过应该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啦。各位中华胶，各位爱国人士，到时候呢，我真的希望你们去购买这个手机来支持一下，这样呢才能显示出你有多爱国。那最后呢，我想讲一个马来西亚昨天的一个节日啊，据我所知，好像是马来西亚才独有的这个节日，那就是拜天公。那有些华人说啊，拜天公呢才是马来西亚华人真正的新年。那拜天公的那个日期呢，是在农历正月初9。所谓的天公呢，就是指玉皇大帝。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福建人里面啊，这一天呢，他们会举行非常隆重的庆典。那他们相信呢，正月初8的深夜，直到初9的凌晨，这个时间呢是最接近天公的。马来西亚在这个时期呢，很多地方会举行这个盛大的庆典活动，尤其是在槟城的信州桥，今年好像差不多吸引了3万人来。不管是亚洲人啊、外国人啊，甚至马来西亚的其他有族同胞，都会去看一看这个庆典，去拍照打卡一下。今年呢，配合那个蛇年啊，他们还设计了一个主题“蛇二来”。那福建话的谐音呢，就是抓起来。相信看我影片的台湾观众朋友也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钞票来的意思。那么他们就在桌子上放了2条长长的蛇，当然不是真蛇啦。跟大家讲这些呢，是希望看我影片的台湾观众朋友还是外国的观众朋友，以后想来马来西亚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日期来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独特文化。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大概这样子啦。那在2025年这个蛇年里面，我就祝大家抓起来，拜拜。